再听谁在唱歌中寻乐团伴着篝火即兴创作，这融洽欢乐的氛围让于是感叹太爽了。我想飞，很爽，就这个也是化解反应，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 freestyle 的，在现场可能就有一个小编曲的感觉。于是坦言，这么热爱即兴创作，是因为深受家人的影响。我奶奶特别喜欢听京剧，所以小的时候也天天就被动的，我没有看电视的资格，就是大人看电视的时候，我能在旁边听一听。然后她喜欢看京剧，那个时候不懂，但是我现在对于传统文化是非常感兴趣的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启蒙，就是我的姥爷，对，我姥爷在退休之后呢，自己组建了一个演唱团，就是把很多退休的老人，然后放在一块儿，有的时候在公园排练。其实我人生中学的第一个乐器是二胡，是我姥爷教我的，我姥爷二胡拉得特别棒。第一个听的乐队的影响其实是我哥，我哥那个时候特别喜欢听 Beyond， 看的更多都是演唱会的那个光碟，然后当时觉得，哇，这个太帅了，哇，弹吉他好酷啊。他们把很多自己想说的话放在了歌里，我觉得这个力量感是很强的。然后这个其实是因为 Beyond 影响了我想要学吉他，因为我父亲他是写文字的，就是写散文，也出过书啊，打个广告，对，就是也可能受过他影响吧，就是自己也喜欢写东西。从最开始就是我觉得，哎，能不能把我平时哼的旋律加上我写的一些文字结合在一块儿。就慢慢就开始玩起来了。于是还分享了他15岁时写的歌词。就我最近刚整理的一首歌，是我15岁写的前半段，就是写，我从5岁到10岁到15岁到联想我25岁，就大概的歌词内容是，那是一个5岁的冬天，我过着温暖的童年，因为我家是东北的嘛，但是我觉得我一直挺幸福的，在这个家庭里长大，然后。那是一个10岁的秋天，我不懂什么是怀念。这是一个15岁的夏天，我流着许多的汗水。我在想，25岁会不会遥远？这是我15岁写的，因为这是一个15岁的夏天，我流着很多的汗水，因为那会儿我是运动员，每年在训练。我现在听我特别感动，因为我现在已经28、29岁了，在我那个时候我还在联想25岁会不会遥远，我突然想到已经不是了。后来，于是又给这段歌词续写了另外一段。那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女孩。脸上是疲惫后的笑容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哭泣，看着你额头上的汗水。那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男孩，脸上是紧张和喜悦，我们3个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如今不知不觉，我已到了你们那时的年纪。你知道写的是什么吗？屏幕前的你猜到于是的歌词写的是什么吗？让我们揭晓答案。就是其实我们生下来真正见过的第一个女孩，虽然你都不记得了，其实是自己的母亲，对吧？她脸上是疲惫后的笑容，刚刚分娩完，然后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哭泣，我们都是哭着的，我就看着她额头上的汗水。然后那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男孩，脸上是紧张和喜悦，然后我们仨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肯定孩子生了，但是如今。我已经到了你们那时的年纪。1996年的冬天，我们初次见面，那个场景我已经记不太清了，但是你们肯定不会忘记了。谢谢你们，从那天开始，东北的冬天不再寒冷。如今，我已经到了我们初次见面的那个年纪，看着你们青春年华的照片，抱着小小的我开始懂得怀念。从前稚嫩的文字，现在看来不仅珍贵，还让于是感受到了与时光连接的神奇。听完这段采访，你也不妨赶紧去找找当年的日记本吧。因为我一直在做记录，我觉得不管是写日记，还是我们有一些什么感想的时候，我觉得应该记下来。如果我不记下来，其实我已经忘记我在我15岁写过这样的话。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小屁孩，每天在想着我10年后我25了，我长大了，哎呀，好漫长。但是我恰巧我看见的，我再重新看见那一天，我已经28岁了。就是我的这个所有写歌的动机，
热爱着即兴创作的于适，会在后续的节目中与寻乐团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记者杨威采访报道。